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公元1771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进行了一个古怪的实验。他把老鼠放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罩下面，发现老鼠越来越虚弱，最后会非常痛苦地死去。于是他推断，空气中有一种让生物生存的气体。普利斯特里认为，如果老鼠因为缺少这种气体而死去，那么植物也会死去。他又把一瓶植物放在密封的玻璃罩下面，几个星期过去了，植物却没有死，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深入思考后，普利斯特里做了第3个实验。他把老鼠与植物同时放在密封玻璃罩下面，这一回他惊奇地发现，老鼠再也不会死了，植物似乎生成了一种可以让老鼠生存的气体。普利斯特里的实验揭示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化学反应。如果没有这个反应，今天的地球将永远无法出现。时间来到1779年，英国生物学家英根豪斯在一次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普利斯特里。他们两人同为生物学家，普利斯特里就向他介绍了老鼠呼吸实验。很显然，老鼠的生存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英根豪斯就问普利斯特里，老鼠到底是因为什么活了下来的？对方说，是因为一种叫做燃素的东西。什么是燃素呢？英根豪斯的好奇心完全被激发了，他决定继续进行研究。他发现，在有光的时候，植物会发出气泡，而在没有光的地方，气泡会停止。他把白天植物放出的气收集起来，用火一点就着了。这就是普利斯特里说的燃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氧气。英根豪斯又把植物夜晚释放的气体收集了起来，但是点不着。这种气体就是普利斯特里说的固定气体，也就是今天说的二氧化碳。经过长期观测，英根豪斯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儿：植物在光照下会产生氧气。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做光合作用。英根豪斯的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道理：在地球上生存的亿万个多细胞生物，都是依赖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而生存的。光合作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使阳光变成了氧气和能量呢？光合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直到今天，光合作用中的一些步骤仍然没有被完全理解，存在着谜团。但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光合作用的方程式。光合作用分为2个阶段：光反应和暗反应。这2个化学式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植物吸收了多少单位的物质，产出了多少单位的新物质。咱们做节目肯定不是为了上化学课，所以咱们跳过这些化学式，用最直观的语言来介绍光合作用的过程。植物的根能够从土壤中吸收水分，通过内部的毛细管将水分输送到叶子。植物的叶子都是平铺开的，目的就是最大面积的接收阳光。现在我们看叶子的横切面，分成上层细胞与下层细胞。在上层细胞下面有一层紧密堆积的细胞层，这些细胞中有一个奇异的细胞器，称为叶绿体。叶绿体里包含着一种叫做叶绿素的色素，它们存在于各种树叶与绿草的植物细胞里，所以自然界看上去就是绿油油的。中间层有巨大的空间，是用来运输的，主要运输2样物质，一个是从根部吸收的水，通过茎管把水带到叶子的中间层里；第二是二氧化碳，通过叶子下部的吸气孔吸进来，水与二氧化碳被输送进细胞层，最终进入到细胞中的叶绿体里。叶绿体能够吸收阳光中的能量，将二氧化碳与水合成为糖，然后释放出氧气。这真是太奇妙了。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维系依赖于能量，寻找永恒的能源是生命的目标。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最大的能源在哪里呢？当然是太阳。
光合作用似乎如有神助，使植物可以利用太阳的能量。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叶绿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时间来到1905年，俄国生物学家梅列什科夫斯基在喀山大学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第一植物标本室。他从俄罗斯、奥地利和地中海沿岸采集了2000多个标本进行研究。他惊奇地发现，很多第一物种其实是由真菌或多种藻类共生组成的。这个发现启发了梅列什科夫斯基，他提出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叫做共生理论。今天在自然界能找到很多共生的现象，比如有一种可以共生的运动杆菌，我们能够看到它外面裹着几十个绿色的瘤细菌，中间的运动杆菌负责移动，它会带着整个细胞群去寻找光。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杆菌肯定累死了，当然它不知道什么叫累，但是带着这么多瘤细菌一起行动，肯定会耗费更多的能量。运动杆菌为什么同意瘤细菌搭便车呢？那是因为瘤细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为运动杆菌带来能量。所以共生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梅列什科夫斯基仔细地研究了叶绿体的构成，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虽然现在叶绿体以细胞器的形式存在，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叶绿体是独立的，原本的它是一种细菌。大约在35亿到38亿年前，统治地球的是细菌。那个时代，地球的环境相当恶劣，最早的细菌都是厌氧的，因为那时候地球上也没有氧气。它们生活在海底的火山和热泉附近，利用地热的能量溶解铁离子或硫化氢来获取能量。所以进化路线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最早的细菌可能会发展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套生态系统，就像生物学家设想的外星世界一样。地球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个绿意盎然的世界呢？那是因为细菌要尽可能地利用身边最大的资源——水和太阳。通过不断的重组基因，经过亿万万次的尝试之后，大约在25亿至22亿年前，一种叫做光合细菌的细菌出现了。它们可以利用太阳的光子，将水分解成激发态的电子，供应到光合色素的复合物中，生成糖。另外还分解出了一种废料，那就是氧气。有一天，一个远古的原核生物吞食了一个光合细菌，原核生物为光合细菌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而光合细菌则为原核生物提供了额外的能量。他们双方发现，这种共生可能对双方都是有益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光合细菌在原核生物内部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细胞器，就是叶绿体。共生的真核生物逐渐演化成为了植物、藻类和其他的真核生物。光合作用一旦出现，氧气就越积越多，氧气以雷霆万钧之势不断氧化着我们的星球。最终，所有的土壤、岩石中的铁、海洋里的硫和空气中的甲烷全部被氧化了，多出来的氧气又开始填满大气层，这个时期就称为大氧化事件。生命重要的保护伞臭氧层出现了。臭氧层能够吸收太阳辐射中的紫外线，让地表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伤害。正是因为臭氧层的存在，大约在20亿年前，植物逐渐从水域扩展到了陆地。为了延续基因，植物拼命地将自己播撒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与上岸的动物一起，组成了多姿多彩、蔚为壮观的陆地生态系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世界。而光合作用中最关键的叶绿体，原来是最早发展出光合作用的细菌。这张图就是梅列什科夫斯基绘制的共生树图。他的理论非常惊人，没想到60年之后，有人提出了更加令人震惊的理论。时间来到1966年，波士顿大学的年轻女教师马古丽斯写了一篇论文，论有丝分裂细胞的起源。论文写出来了，却根本没法发表，有15家科学期刊都拒绝了论文的刊登。折腾了1年的时间，这篇论文才在《理论生物学杂志》发表了。随后10多年的时间里，生物界都把马古丽斯的论文当成了异端邪说。马古丽斯的理论是这样的：在大多数真核生物，
比如动物、植物和真菌中都存在着一种细胞器，叫做线粒体。线粒体的作用很多，最主要的作用是利用氧气、能量生成二氧化碳、水和 ATP。ATP 是一种用来储存和传递化学能的核苷酸。大家再回忆一下叶绿体叶绿体的作用是利用二氧化碳、水和太阳能生成氧气和能量。所以线粒体和叶粒体实际上是一个互逆的过程。通过对线粒体与叶绿体 DNA 的分析，科学家发现线粒体和叶绿体都有自己的 DNA， 与细胞的 DNA 是分开的，它们的 DNA 都呈环状，长成了这个样子。马古利斯认为，线粒体和叶绿体很可能有共同的祖先。吃掉了这种古老的细菌，保留了线粒体功能的细胞，就进化成了多细胞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而保留了叶绿体的细胞，就进化成了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马古利斯的观点，使他成为内共生理论的开创者。他也由一位默默无闻的初级教员一跃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2002年，《发现》杂志将马古利斯评选为科学界50位最重要的女性之一。最近这20年，科技的发展更快了，科学家使用 X 射线研究晶体，或者是电子自旋共振光谱成像，对光合作用的研究更加深入。叶绿体上有2套光系统，称为光系统1和光系统2。科学家能够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吉姆·巴伯的团队能够把光系统2单体中的46630个原子的位置全部给排列出来。科学家正在不断地逼近真相，叶绿体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谜团就能破解。对光合细菌的研究表明，不但所有的动物都源自同样的祖先，就是动物与植物也来自同样的祖先。有很多朋友在节目中给我留言，说他们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他们希望我在节目中能够给出更多的证据。这一期光合作用就是支持进化论的有力的证据之一。比如大家都知道，大约5.41亿年至5.18亿年前有一个重要的阶段，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阶段。为什么正好在那个时期多细胞生命体大规模出现和演化呢？就是因为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不断地提高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导致地球上出现了更加氧化的环境。对于多细胞生物来说，能够更高效地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氧气的增加推动了生物体积和复杂性的快速演化，生命形态的多样性就在寒武纪时代爆发了。不单是光合作用，其实支持进化论的科学证据太多了。直接的有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微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还有似乎听上去不沾边的大气环境学、古地磁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这些学科都间接地证明了进化论的正确性。到今天，在没有极其重大的颠覆性的发现之前，也就是在没有革命性的理论出现之前，所有对进化论的怀疑都是非科学的，站不住脚的。要想推翻进化论，需要去推翻各个学科中的全部证据，就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进化论为我们理解生命的多样性、演化过程以及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框架。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之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光合作用上来。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冒出这样的想法？既然生物体之间可以进行广泛的基因交换，我们人类能否将叶绿体编入基因，让叶绿体为我们所用呢？其实很多的生物学家都在研究这种可能性。如果科学家成功了，人类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因为我们学会了以水和阳光为食。我们产生的唯一的废料就是氧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